何事这么慌张啊？王爷，吴国叫来了军营，陛下有旨。圣上有旨，今容兵犯境，陷逆秦民，念淮阳王崔行周实赖古公之任臣，克忠报国，守信全身，兹以考绩，特授尔平西主将，统真州全军出征，1月内抵制金甲关，为镇戎部，钦此。淮阳王接旨吧。那淮阳王可不是个好项羽的，如此旨意，恐会惹恼他呀。你是当今的国舅爷，又有陛下的旨意，这崔行周纵有10个胆子，也不会对你发难的。陛下说呢？书上说，先前能造一种木鸢，飞翔天际，怒射杀敌。若弓不能造得出，大齐才不需要什么淮阳王，整日让母后心烦。陛下说的是。可若是他不肯接旨呢？那就怪不得哀家治他一个抗旨不遵、株连9族之罪了。淮阳王，这是要抗旨啊！臣领旨。王爷，请起。还烦请国舅爷禀告陛下和太后，臣即刻整兵，必定在月内抵达金甲关。有王爷这般良将，实乃我大齐之幸啊，乃陛下和太后之幸。我大齐西北边境未来数十年的安宁祥和，全看王爷此战了。切莫辜负了这天下的苍生百姓呐！啊，王爷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王爷本就不住边，金甲关地处西北之境，实需对地形、气候更为熟悉的主将。何况朝廷并非无将可用，真州军已裁缺近半，已直取汪河道的那些也无法派遣。金甲关远在西北之地，1个月如何能到？就没有一点伤还的余地？母亲，战事没有这般的可怖，倒是今日儿子去动员全军，弄得我是焦头烂额的。我真是希望自己能分几个身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抗旨是死罪，更枉为人臣。出征才有余地，而望母亲原谅。若非去不可，为娘也想让你成全我一件事。母亲开口，孩儿必见。好，那你出征之前取秉兰进府。哎呀，就只是出征迫在眉睫，一切安排也只能从简了。啊，明日一早你去连府把他接过来。
太妃，那个秉兰她怎么了？这前一阵就说不舒服，我得知行舟要上战场，这急火攻心了，一下子就发出来了。你看看，满脸的红疹子，有些还在冒水呀。老周说了，若是不好好调养的话，这火攻到脑子里啊，就无药可救了。前日不还好端端的吗？怎么偏偏这时候生病了？这要不要紧啊？这我也不知情啊。这说起来，我们二房还有一大摊子事儿等着我回去收拾呢。太妃，您倒……阿婶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再耽搁了。哎，阿婶，您先去忙吧。好。母亲啊，这连家是在婉拒呢，怕你的儿子有去无回，怕他的女儿成了寡妇。哎呀，秉兰是担心你才得的这个疾病，你不可把他往那处想。儿子或许是多想了，但事已如此，我跟表妹也是福薄缘浅，成婚这个事情就此作罢吧。母亲，此去山高水长，儿子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返家。如此也好，免得耽误了我这个表妹的大好芳华。儿啊，我还没有老到耳目闭塞的程度。此去凶险几何，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你父亲去得早，这偌大的淮阳王府，堂堂崔氏门楣，就靠你一个人支撑着。这些年，你宁可自己忍受委屈，也从不抱怨一句。如今，又为了护全我们，你竟连人命都……母亲，母亲没事的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儿啊，为娘不求你战功显赫，只求你能够早日归来，我们一家团聚。母亲放心，会的。让我看看。哎，这样差不多。哎，你起来干嘛？若是王府再派人来的话，不行，我再给你多点一点。等一下，母亲，这样，你赶快派人再去一趟王府，就跟他们说我好多了，成婚有望。你疯了你呀！你要去嫁个将死之人吗？啊，让崔府延续了香火，你明摆着守活寡吗？这再说了，若是嫁过去之后没有一举怀胎的话，这连另攀高枝的机会都没了。道理我都懂，可表哥若是得胜归来呢？金甲关战死多少人呐？这个崔行舟难道有3头6臂吗？金甲关一旦失守，就算他活着回来，朝廷会判他无能之罪的。到时候别说你守寡了，连我们连家的前途全完了。你父亲在京中还找到与吴家相识的人打听到了，朝廷已经与顾不敌准备纳贡求和了。你想想，在这个时候还派行舟他去出兵啊？且那个吴太后还特意吩咐道，若他抗旨不接的话，就传真州30里外的淮东大营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朝廷想让你表哥死。可所谓九死一生，还留有一线希望。我就问母亲，
若是表哥真的长于宾士，得胜归来呢？哎呦，那就等他胜了你再嫁呗，到时候他军功在身，岂不更好吗？表哥心高气傲的，若是知道我们是故意拖延，他得胜归来之时定不会再娶我。所以母亲，我让你去王府，不是我真的要嫁，而是先让表哥和姨母感受到我们的诚意，先安抚他们。明早，我便再病一次。这倒是说的有道理啊，这样来回的一反复，就说明你是硬撑着病体，真心想嫁，只不过是身体熬不住罢了。别说是姐姐了，即便是你表哥，也找不出我们什么把柄。夫人，这是淮阳王府送来的。哎，给你的。什么？退婚书？什么？什么退？怎么退婚了呢？这姐姐怎么一点情面都不给我们？一定是那个崔行舟的主意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此刻你就是不打自招。那明日大军开拔，我便拖着我这个病体到表哥的马前，当着全郑州百姓的面说非他不嫁，一番明志。我就不信了，反正他都要走了，总不能就地成婚吧？若战事扩大，定会摊派各类，激复藩争。哎呀，一打起仗来，倒霉的从来都是咱们这些做买卖的，可不是吗？依我看，淮阳王骁勇善战，这仗打不进金甲关内。那可不一定。先前的将领都有去无回，真州军又能有几分胜算？我可听说，近日淮阳王在真州城内临时征兵啊！征兵啊！那些街面上没正业、终日无所事事的男丁，悉数被冲入军内，可见这是兵力不足，临可绝井。这如何是好啊？这都到了抓壮丁的份上了。就是啊，家里有男丁的，千万别让哎呦，我得回趟家。不行，我得去准备一下。散了，别忙了。告辞。哎呀，你有心事？我在担心我夫君。崔家郎君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我夫君已经好几日没回家了。他就是个性子弱的奇痴，平时连吵架都不会。若是真被淮阳王抓了壮丁，别说上阵了，估计还没走到战场就给累死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给我惺惺作态。柳绵堂，方才那一屋子人，最不必担心的就是你了吧？贺妹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等等，我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说出来便是。我只和行事磊落的人说话。夫人，明日就要出发了，今日早些歇息吧。李妈妈，难道说是贺妹妹知道了夫君与王爷有一齐的交情，当我在说风凉话，所以生了气？你觉得呢？贺娘子的心思，老奴怎么能猜得透呢？夫人，芳歇和碧草已经把行装都打点好了，明日咱们就出发去北州。赶路辛苦，夫人早些歇息。如今战事一起，我这心里就更不踏实了。这事日后再议吧。你此刻速陪我出门去寻他，不确定他安然无虞，我放心不下。这怎么行？家主又不是闲汉，怎可能被抓壮丁？李妈妈，你近日总是反复催促，似乎对去北州之事很上心啊。那毕竟是家主吩咐的。不对，
你不担心自己家主的安危，怎么总想着要离开啊？夫人。好了，年年今夜，月华如水，客行至千里。夫君，你不知道，我最近几日心里都很不安。为何啊？说出来，恐怕会让你笑话。你妈妈在收拾行装时，我总是会生出异想，好像此次离开后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似的。尤其是战事消息一传开，我这心里就更加不踏实了。生怕和你天涯两别，不复相见。尤其是战事消息一传开，我这心里就更加不踏实了。生怕和你天涯两别，不复相见。很可笑吧？不过幸好，夫君体恤我这百转千回的肚肠，我们这才能坐在这里。清夜良宵，这万家灯火中，有我们这么一盏，我这心里也算安定了。世人只知道皇后将相抛头颅洒热血，原来时境之下，寻常百姓家是这样子的。怎么，你不是寻常百姓啊？夫人，你能看见那3颗连着的星星吗？
我选了上好的锦帛料子，也贴了上好的面子，这样的婚书可以放很多很多年。夫君字好看，由你来执笔吧。怎么了？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写。我已经请人拟好了，念给你听。福城亲家、北周乔家许以小娘子绵堂与京城崔九，一亲延念捐斗边之剑，欲修宗室之言，恭谨旧之劳，上赖素风之旧。京城崔九，与妻柳氏绵堂结夫妻之缘，伉俪情深，恩深义重。
乃今兵戈四起，山河有恙。某身为8尺男儿，当挨民生之艰，理担大家之苦。不以急出商户而为事，不以人威望轻而避责。无他志略，犹当效万千真州子弟，以身报国，百死莫辞。期读此书时，某已随真州军北上，去后存亡不保，恐其心伤柔肠碎，空误青春。今历此，放弃书，田屋朱气，银钱细软，变现柔意。望绵堂携仆众，还归北州，安稳度日。此后，任从改嫁，永无争执。怎么样，吴连生？别着急。哦，行了行了，够了，这个中药味非常非常浓了。哎，女儿，记着记着啊，一会儿走路慢一点。你可是个缠绵病榻的病人。我知道了，别紧张。来了，哎，挺好挺好，你就去吧去吧。哎，我们去看看。王爷在天亮前就已经开拔上路，都散了吧。哎，王爷已经走了。走了，散了吧。怎么回事？夫人，其实家主他还是挺记挂着您的，那些金银细软、五宅田地，他能留的全都留给您了。李妈妈，你去把方歇、碧草2人的活契拿来，把他们放了。啊，莫如，哎，你上街去买些捆扎绑系的物件，扁带、分支带。还有杖根的圆绳，这几样不可少。夫人，您这是不是要我回北州吗？既然不回来了，能带的通通带走。柳娘子这般欺瞒您，您又何必再去找她？她既口口声声拿我当朋友，这事就不能这么过去。我要让她亲口说明白，到底为何这般戏弄我。那边。贺娘子，你家夫人呢？啊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李妈妈，夫人，夫人，李妈妈，人呢？